中国网球好手彭帅在月初的时候自己爆料，曾被中国担任中国副总理的张高丽性侵，而在消失了2个多礼拜以后，这几天又一直被中国官媒揭露他的行踪。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彭帅的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彭帅事件从一开始单纯的中国网络震撼弹，逐渐变成一件世界级大事。最近，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多次表示，希望彭帅事件要得到充分的调查。而世界各地的许多网球名将也都纷纷在社群平台上面声援彭帅。有人认为这件事情背后代表的是中国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但也有人认为这比较像是彭帅的 Me Too 经验。但总之，这件事情的热度似乎持续的延烧。不仅女子网球协会表示有可能要撤出中国市场，甚至可能会扩大延烧，影响到明年2月即将在北京举办的冬季奥运。那今天我们就制作了这一期懒人包，让大家快速的掌握整起彭帅事件是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在开讨论之前，按照惯例还是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想创业却不知道可以从哪开始，或是没有资源无法展开行动吗？现在新创圆梦网就可以来帮助你圆梦哦。它是全台湾最大的创业资源整合平台，拥有包含中央、地方和民间单位等各种丰富的创业资讯，例如最新的产业趋势啊、资金补贴办法以及适合的创业空间资源等等。而今年10月，新创圆梦网也已经全面改版，让服务再升级，不但将创业过程分成3大生命周期的阶段，包含像是创意萌芽、新创启动，还有创业成长，让大家可以一步步的拟定计划，实现梦想。同时，官网还有6大类资源，例如资金快搜、创育机构，还有创业 QA 等等，可以帮助你在创业遇到困难时，快速的找到解决方法。而另外，网站还整合了实体新创基地，现场呢，除了有专家可以提供咨询，也有各种创新创业课程来帮助新创团队发展跟互相交流。那大家有兴趣的话，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链接，到新创圆梦网了解更多的资讯吧。我们先回来这件事情的最一开始来讲11月2日的深夜呢，曾经拿下了2次大满贯双打冠军的彭帅，在个人微博上面贴出了一则非常直白的长文，里面提到了几件事情。彭帅控诉说，大概在3年前，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邀请彭帅到他家里，并要求彭帅跟他发生性关系。彭帅说，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了，7年多前呢，张高丽就曾经和他发生过1次性关系，但在那之后，张高丽升官去北京，就没有再跟彭帅联络。可是这一次，张高丽却跟彭帅说，7年来都没有忘记彭帅会对他好，所以彭帅带着复杂的情感接受了张高丽的要求，甚至在这之后呢，也展开了跟张高丽的婚外情。而彭帅也说，这一切事情张高丽的妻子康杰都是知情的，但康杰呢，却像是《甄嬛传》里面的皇后一样，放任张高丽跟彭帅的关系，并且对彭帅冷嘲热讽。而彭帅的这篇文发出来之后呢，中国可说是全网炸裂，因为这是中国网络史上第一次有人指名道姓的指控这么高层级的中国官员。虽然张高丽已经在2018年退休，但他在任的时候曾经是中共最高权力机关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而这个委员会总共只有7个委员，而排名最前面的就是习近平，所以可以说张高丽是习近平的同事。不过彭帅 po 文呢，大概20分钟左右呢，国家机器就立刻启动，相关的关键字都被 ban 掉。但网友们对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好奇，所以他们开始透过各种五花八门的方式来躲避言论的审查。而这个部分呢，我们之前已经在这支 shorts 里面讲过了，所以今天就不再赘述。但总之呢，这些讨论再怎么有创意，通常也都很快就被下架，大家根本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资讯。而彭帅本人呢，也就这样子消失了2个多礼拜。10月14日，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在他们的官网贴出了一则声明，署名的人是主席史蒂夫·塞门。这篇声明说，最近在中国发生的彭帅事件令人深切关注，彭帅以及所有女性都应该被倾听，而不是被审查。他对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这些与性有关的指控，应该要被严肃对待，并且进行全面、公平、透明且不经审查的调查。而除了官方协会以外呢，世界各国的网球名将也有不少人出来声援彭帅，像是日本大阪直美就在推特上面使用了 Where is 彭帅的标签，并且说希望彭帅和他的家人平安无事。而世界球王乔科维奇说呢，这整件事情太可怕了，希望彭帅没事。而前球后小威廉斯也公开表示，对于彭帅的事件感到很震惊，希望彭帅安全。而这件事情也应该尽速展开调查，我们不能保持沉默。那彭帅到底是否平安呢？在 WTA 发表声明之后，主席塞梅有表示，他们从几个管道有得知消息说，彭帅目前是安全的，但是他们没有直接与彭
帅交谈，也无法联系到彭帅，所以无法确认这些消息的真实性。不过呢，中国官媒过了2天倒是出面帮彭帅报平安了。11月18日的凌晨，中国的英文官媒中国环球电视网，也就是 CGTN， 在他们的推特上面公布了一张截图，并且写说这是中国网球明星彭帅向 WTA 主席塞门发送的邮件。那这张截图呈现的邮件呢，是一个自称 This is 彭帅的人呢以第一人称发送的。他说，最近在 WTA 官网上的新闻呢，内容并没有经过我本人的确认或认可，也未经我同意就发布了。里面那些关于性指控的内容都不是真的，我并没有消失，我也很安全，我只是在家里休息而已，谢谢大家的关心。所以说彭帅是自己出面驳斥了2周前自己的指控吗？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这封中国官媒公布的信应该不是彭帅自己发的，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呢，并没有被中国国内的媒体报道，而且上面没有时间，没有彭帅的签名，甚至在截图上面还有一个游标，就好像是直接把写字的视窗截图出来公布一样，并不是像是收到信的截图。因此呢 ，WTA 又发了一则声明，主席塞门表示，这封邮件只会让我对他的安全还有下落感到更加担心。WTA 和全世界呢都需要独立并且被认证的证据来证明彭帅是安全的。而塞门在后续受访时也表示呢，如果彭帅的指控没有得到充分的调查，他们即使会损失几亿美元，也愿意退出中国市场。所以单纯的发信报平安还不够是吗？那官媒决定提高报平安的规格。而在19日的深夜呢 ，CGTN 的记者又在推特上面公布了3张照片。他说这是彭帅刚刚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发的照片，标题是周末愉快。但这3张照片一样令人充满疑惑，不仅彭帅的穿着跟北京当地的天气对不上，照片里面呢还出现了很敏感的小熊维尼，整体氛围呢都有一种诡异的感觉。而20日的时候，大家也很熟悉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呢发布了一支看起来是彭帅跟友人参叙的影片，里面还很刻意的提到11月20日的时间，好像呢就是要大家相信彭帅真的很安全一样。但这些由中国官媒发出的消息不仅没有让大家比较放心反而更觉得彭帅的人身自由看起来还是被限制住，无法表达他真实的声音。而在这支影片截稿之前呢，我们又看到一则消息是国际奥会的主席巴赫发了一则声明说，他与彭帅进行了30分钟的视讯对话，彭帅跟他说他现在平安无事，人在北京，希望大家尊重他的隐私。但国际奥会这则声明出来以后呢，却被不少人批评他们的态度软弱，因为彭帅事件背后的核心焦点之一是他提出的性侵指控不能被消音，而国际奥会看起来则是急于妥协，不想要影响到几个月之后就要举办的北京冬奥而已。不少人对于彭帅这件事情的解读是，他爆料的内容或许是真的，但事件背后更大的脉络是跟中共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会这样说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是彭帅发文的时间点正好就在中国今年的年度大事6中全会的前几天，那在这种高度政治敏感的时间出现针对性的指控，就很容易产生政治联想。另外一个呢，则跟张高丽的身份有关，他过去都被视为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这一个派系的成员，而从习近平上任以来，他一直都还在斗争江派，所以即使张高丽已经退休了，但如果能够在6中全会之前成功爆出张高丽的丑闻，那对江派也是一大打击。这些偏向认为是政治斗争的解读呢，普遍都认为彭帅之所以敢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出来揭露自己跟张高丽的事情，可能是因为背后有其他的力量支持他，或者是威胁他说逼他必须要说出这些事情。但这些说法也都只是其中一个角度的猜测而已，有的人则有不同的解读。有一些在长期关注中国 Me Too 运动发展的人就表示呢，这件事情看起来不太像是权力斗争，更像是一个典型的 Me Too 案例。因为从彭帅的文字里面呢，可以读出他的委屈、犹豫、反抗，甚至是自我责怪的心情。而发文的当下呢，彭帅看起来像是处在一个情绪很不稳定的状况，他不太知道该怎么样处理这整件事情，所以只能用自己声量最大的微博把这件事情公开出去。这些人也分析说，彭帅的事件反映出中国女性在这个社会里面的处境真的非常艰难。因为即使彭帅已经这么有名了，普遍被认为是中国非常有成就的女性，但就因为她遇到了更高的层级、更大的权力，所以她的声音仍然被压下来，无法表达，甚至可能会有人身安全的问题。但以最近这一个礼拜的最新发展来看呢，从 WTA 出面发声支援彭帅以后，各国的网球选手，再到欧美的主流媒体，甚至是美国白宫还有联合国的人权办公室都开始呼吁，甚至是要求中国必须要证明彭帅是安全的，并且要支持女性发声的权利，不应该要对彭帅的指控进行审查。
那针对世界各地的呼吁，中国官方又是怎么回应的呢？在事件一开始11月3日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被美国媒体彭博问到这件事情，而汪文斌的回答略显尴尬，他说我没有听说过，而且这也不是外交问题，就这样草草回答过去。而在会后，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会议记录新闻稿里面呢，也完全没有这段内容。而在11月18号，又有外媒询问彭帅这件事情可能会在即将登场的北京冬奥对中国形象造成损害。那这次回答的人呢，是我们熟悉的坚哥赵立坚哦，他的回应则是这不是外交问题哦，我也不掌握你提到的有关情况。很抱歉哦，中国官方对于彭帅事件的全部回应就只有这样而已，我们没有办法再整理出更多的资讯了。在进入观点以前，我要特别的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大家支持还有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好的，那话说回来哦，我们团队在制作这一集的过程当中呢，有想过除了单纯的资讯整理懒人包以外，彭帅事件的背后可能可以多谈的议题是什么？那我们在这边想到的比较不是政治斗争这一块哦，而是想要拿这一次的事件来跟另外一起运动圈的事件比对。2019年呢 ，NBA 的火箭队总管莫雷哦，因为在推特上面声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而被中国官方还有民间抵制。当时 NBA 的官方回应被认为是十分软弱，很多人都觉得 NBA 为了中国的市场背弃了民主跟自由的价值。但在这次彭帅的事件上面呢 ，WTA 的立场和措辞几乎可以说是强硬到不行，甚至直接对外表示愿意放弃中国的市场。WTA 为什么可以这么强硬呢？我们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整件事情的争议核心就涉及了 WTA 所标榜的女性平等议题以及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彭帅指控的对象又几乎可以说是权力的顶端，是很具有指标意义的 Me Too 案例。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积极发声，不仅是这个组织本来就该做的事情，也对于组织的形象十分加分。那这样子一来一往之间，放弃中国市场就未必是一个损失。尤其因为疫情的关系 ，WTA 在中国的赛事已经连2年喊卡了，那顺势做出这样的角色，可能也是很合理的吧。好的，那说到这边哦，今天想要问大家的是，你觉得彭帅事件的真相是什么呢？我觉得彭帅的自白就是事件的真相，没有必要穿凿附会。比彭帅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我猜这是政治斗争。所以我觉得太多阴谋论呢很难判断真假，只希望彭帅安全。第一，我不在意真相，只觉得官媒的邮件跟照片也都太假了吧。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彭帅事件是怎么回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82年生的金智英说书，以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说书。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